就有很多那种练灵修或者说练出体，他们最后就是精神失常嘛，或者说是身体出现各种病痛，然后他也解决不了，而且这种病痛因为他练灵修练出来的，他不是身体上的问题，就是这种医院是治不好的，你知道吧？对，看网上好多有这种病。说白了就是不要太执拗的去修炼，就是你要清楚你自己所在的这个层级，然后你把你能做的尽量做到就好了。就是高中从高2开始就是学习会自己出体之后，就经常会出体嘛，出体会去各个地方去玩，去感受，然后就是前面就是说到了出体之后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灵界的什么，还有外星的一些世界。那你讲到了那个3.5维的啊，那它具体大概是什么样的？它多的那0.5维是啥？我觉得这个3.5维它也不是特别准确的一个描述，它就是说它这个世界刚好介于我们现在在的这个物质世界和灵界之间的一个世界，它不一定就是刚好0.5在中间，就是说它就是很接近我们这个世界。它这个世界的特点就是它的环境包括它的东西，就是你比如说你出体到你的房间里面，那么你房间里面的这个布置就跟你现实中房间的布置非常的接近，包括它的这些装饰，它的这些墙壁这些颜色都很接近，有点像是一个鬼魂的视角。就是在这个维度的话，你可以看到自己的身体，也可以看到，就是你可以从你的房间里面出去看其他的地方，甚至走到大街上，或者说是去到另外一个城市都可以。它跟现实世界的区别就是，现实世界如果你要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你可能需要坐车，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但是在那个世界的话，你可以用意念瞬移，你想去哪儿，你想到哪儿，然后一下就过去。就是上天入地下黄泉，瞬间移动，两处茫茫皆可见。对对对，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在3.5维有一次，就是一下就移动到北京的某一个高楼的顶楼上去了，然后我就站在那个顶楼上就去看那个特别宽的那个马路上那些来来往往的车，那些人，而且当天因为也是一个中午嘛，然后北京那边也是一个太阳高照的时候。哇，反正就是就是我看到那个世界是那个布局，然后我内心的感觉就是那就是北京，就是我也不知道，没办法确定它是北京，就是它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是北京的一个高楼上面。那些人他能不能看得到你呢？这个我也不知道啊，就是我也没遇到过别人看到我然后跟我打招呼这种事儿。包括你说你前面去了一个类似于水晶宫凡尔赛的那个世界，那世界里面的那其他的那些外星人，他们有没有看到你？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外星啊，就是说那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世界，然后我去了那儿呢，那些有他们那些人就像我们这个城市一样嘛，他们该干嘛就在干嘛，因为我就只是一个好像就是飘在半空中的一个旁观者。哇，就是我只是在看他们，跟他们没有就是深入的去交流或者互动，但是我看他们，我看到了他们的建筑，看到了他们吃的东西，看到了他们的交通工具，当时都给我留下了非常大的震撼。我觉得这个建筑怎么可以这么漂亮，然后这些东西怎么可以这么好吃，就是他们那些人他们吃的那个东西，我看着就特别有食欲，看着就特别好吃。是什么东西啊？大概有点像是冰淇淋，但不是冰淇淋啊，就是哇，就是有好几种美食，但是我现在记不起来剩下几种了。我大概就记得好像有一种是特别像冰淇淋一样的东西，但是看起来非常的美味。可能我是个贪吃的人啊。
我也贪吃，我也很喜欢吃遍世界的美食。当然你是吃遍宇宙的美食了。然后还有一个什么果壳星球奇遇记，当然那本书有一点争议吧。他说在那种外星世界吃到的吃进去之后你都不需要代谢，就它保证能量100%的利用掉，都不需要那个就是上厕所，然后把它那你看到的那个交通工具怎么样呢？就是他们就是也有那种道路，然后也有那种旋梯一样的东西，然后天上就是也有那种低空的飞行器嘛，然后地上的交通工具，它的样子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就是比较久远了，这可能也是很多年前的一个，就是出题到的一个地方。对，但是你说的，如果是说你是一种阿飘的状态，那就想象，如果是说我可以悬浮的话，那我觉得会有一些人好奇，他过来看我，他们能感受到你。我觉得他们可能看不到我吧。有可能是这样的，因为我在看他们也没有就是引起骚动什么的。那 Kevin 你有没有什么想评论的？就是我在分析他每一次看到的这种视角，包括他的所处于的状态，我就感觉他出题的方式更多的是一种就是纯粹的观察者，然后可以去到的地方就是说不太受限制，可能是宇宙当中其他的这种星球啊文明，然后也可以是我们地球上的一些其他的城市，但是他所处于的感觉都是那种就是别人看不见他，然后他只是一个纯粹的观察者，然后也没有就是那种肉体啊，或者说能量体啊、以太体，就他没有身体的感觉，他只是一个视角，但是他又能有很强烈的感知，很强的视觉，很强的嗅觉、听觉这些，包括他的心理活动是一直是有的，因为他能记住这些嘛，看到那些美食啊，觉得还很好吃的样子，然后包括看到琉璃世界的那种很震撼的那种心理感受，过了这么久还都记得，所以他的心理活动是一直是很清醒的。就有点像我们在梦境当中，但是有区别是梦境当中我们有的时候是能感知到自己的身体的，比如说飘起来啊或者飞起来的感觉，但是他在移动的时候，我听他描述的更多是视角的切换，就是一瞬间就换到了另一个视角，没有那种身体那移动的那种过程。我是觉得他是一种就是纯粹的观察者。对，而且它是一种好像是无我的状态，就是因为太傻天书里面说了，说其实我们就是无限，这整个宇宙都是我们的。但是一旦有了那种就是自我的那种有我的状态之后呢，我就会想到要占有，要拥有什么东西，或者说他是怎么看我的呀？好，然后正是这些东西是造成了我们的就是无穷无尽的那种烦恼与恐惧。对，而且我觉得 Neil 他可能这个人本身是灵性是比较高的，然后他可能没有太多的那种自我执着，然后太多的那种低频率的那种生命的那种感觉吧，就是他可能是一个平时非常放松，一个很自由很悠然的这样一个人，他的性格可能也是比较坦然淡然的这一种，所以他的很多的这种出题体验那么的丰富。如果说是一个深陷焦虑恐惧当中的人，我觉得可能也很难有这种比较美妙轻松的体验。我就是一个乐天派。我猜想是这样的，对，因为灵性比较高的人可能一般都是比较快乐的，比较容易满足的，容易幸福的。我给自己的感觉就是我比较喜欢观察这个世界，就是我不太喜欢参与的太深，我就喜欢观察，就包括我在现实世界也是这样的，就是我更喜欢就是阅读或者说是去观察身边的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观察对我来说就已经非常有意思了，就是我去参与的话，就是可能要等我就是观察够了，就是我欣赏够了，
我觉得参与是一种更高级的体验，就是现在的我就是还更想就是把这个世界先给看明白，看明白了之后呢，再决定怎么去下笔，怎么去操作，怎么去加入游戏，就是先对，怎么去加入游戏，对，我们开发游戏的时候也是有那种观察者模式，你可以就是像你说的那种360度，你可以穿墙，你可以看得到游戏所有的场景啊，然后但是你一旦切换到那个第一人称的视角的话，那就会有一些限制了嘛，就不能，但是所以你想把它先给观察够了，然后你再开始去选择一个角色，或者说开始选择一个战役吧，一个故事，然后进入它，对吧？对，是这样的。对，哎，那还有什么其他的那些有意思？因为我前面感觉我不断的打断你，就是你提到了龙宫，提到了卡通，因为你先提卡通的时候，我在想，哎，那是不是也许是你看的某一部动漫，然后让你就是印象很深刻，所以说最后就梦境当中又给它投射显化出来了。但是后来当你提到说你去了北京的时候，我觉得这肯定不是我们大脑里面的就是内存的，肯定是连接上的就是某一种 WiFi 某一种信号，对吧？就我后面就是通过学习和了解吧，就觉得有的确实是出体到了某一个世界，但有的就是来源于你自己的这个就是过往的经历嘛，它给你拼凑了一个你构想的世界嘛，也是有可能的。我后面就是上了大学之后呢，因为就是接触到了更多的这知识嘛，那个时候我也比较喜欢，虽然我学的是工科，平时那个课业都很繁忙，但是我还是挺喜欢去图书馆看书，然后那个时候就也是缘分吧，然后就看到了那个我给你推荐的那本书《梦控师》。梦控师呢，他是那个追梦蚂蚁写的，他是我们国内做这个控梦领域的第一人吧，我觉得。他现在不是办了一个那个叫梦控师学院嘛，但是我现在对他不了解啊，但是我就讲这本书他就是给我启蒙的第一本书，然后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整个人是头皮发麻的，就是他把我过去那么多年的经历，对，我过去那么多年的经历，我都认为只是一种梦里面的体验，或者说是自己脑海里面的一种构想。他那本书里面告诉我，那些东西都是实打实的，真实存在的，都是一个非常有这个制度、有这个方法的一套东西。我也觉得我的唯物世界观就从那一刻就崩塌了，你知道吧？就是在接触到那本书之前，我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唯物的人，就是我觉得科学嘛还是比较可靠的，它的这些东西都是一砖一瓦搭建起来的嘛，而且它的逻辑也还算比较严谨，就是有很多玄学的东西它也是可以用科学的角度去解释的。但是看了那本书呢，它里面的描述，然后它里面告诉我的那些感受，跟我之前的那些感受都能够对应上，而且呢，我可以通过这本书的学习之后再去体验我没有体验到过的内容。它里面讲了很多种的出体方式，讲了很多种的这种出体的学习方法、训练方法，然后还讲了很多出体到了各种世界。如果你们有兴趣研究出体这个领域，可以看这本书。这本书也比较通俗易懂，它讲的也非常的直白，非常简单。好，这个一定要看。对，包括就是对你说那种状态，因为梦控师我还没有看到，但是我昨天去听凯文给我发的那个，就是那位YouTube 博主他聊的那种出体的状态啊，我觉得跟太傻天书真的是一一对应上的。然后也是我读的时候有一种就是有一种头皮发麻的感动，然后我那能不能就是稍微简单的，或者说给一个预告嘛？
大概因为像我们去找那种就是我在国外找他的那种电子档什么的也不是特别容易嘛，或者是我一直都想看，然后但是一直都就是也没有机会，能不能就是稍微梗概一下他的那些方法步骤？它里面主要就是先讲你怎么找到这个出体的扳机嘛，就是它主要讲了出体有2种途径，一种就是在你睡梦之中你察觉到你在另外一个临界，然后你就意识清醒了嘛，你意识一清醒你就可以控制你的梦境了，也就相当于你可以控制你就进入出体这种状态了。然后第二种就是直接出体嘛，就像我讲的我在高中用的那种方法，它就是属于第2种，就是直接出体，就是你直接由清醒转到出体这个过程。然后第1种的话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就是他讲让你去扳这个手指嘛，因为手指的话正常我们这个世界的手指它就是扳到一个角度它就扳不动了嘛，但是在这就是出体后的世界的话，因为它是在临界嘛，它的肢体是非常柔软的，就像橡皮泥做的一样，它可以扳到很大的角度，就是它让你平时的话就这样没事就去扳一下，然后你可能在做梦的时候你也没事，然后你也去扳一下，结果发现明白原来扳到这么大角度了，然后你就意识到你在这个梦里边了，就跟那个《盗梦空间》那个陀螺是一个道理。对，它里面主要就是讲这个概念，就是你把这个东西学会了之后，你就可以进入他们这个世界了。进入这个世界之后呢，你再训练你的这个清醒的这个能力，就是很多人他控梦的话，他可能就是几分钟或者说是10几分钟，他就会醒过来，因为他的控梦能力比较弱嘛，还有他的他可能他的能量他的能力都比较差。然后里面他也就讲了很多，就是你自己怎么去提升自己的控梦能力，怎么去积蓄你的能量的一些方法。哇塞，还有就是讲了一些就是出体过程中你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然后他给你解释这些事情都是什么东西，就是让你对这个事情有一个提前的预知嘛，就是不会吓到你。对，那真的会有那种危险的那种情况发生吗？他这本书里边他说的是比较乐观的，他说的非常乐观，因为他可能是从西方的那种就罗门出体的那一套东西学过来的，因为他本人是好像也是留学嘛，是在国外读的硕士，然后回国创业，然后做的这个东西。他就是把这个出体这个东西描述的非常的没有伤害，非常的安全，就是说你随便出，你想怎么出就怎么出，他绝对不会伤害到你。但是我不是这么认为的啊，就是因为我后面又就是给你分享了另外一本书嘛，就是那个中里传道集嘛，中里传道集就是那个中道理嘛，那个吕祖啊，还有那个钟离这2个人啊，钟离权和吕祖这2个人，他们的一个对话集，对，就是吕洞宾。这个对话集呢，它里面就详细的讲了这个跟出体相关的一些概念。它当然不是说出体啊，它里面说的是出阴神、出阳神。就是出体的话，其实是属于出阴神的一种。就绝大部分的出体都属于出阴神的一种。出阴神呢，它是一种比较容易的修行方式，但是这是属于一种鬼修，懂吧？它是属于一种鬼修。就是你修到最后呢，只能变成一个阿飘。这种就是能力很差，这种阿飘他没有什么能力，他最多就是在临界游荡嘛，然后他也没有什么能力，而且那个世界呢也不会有那么高的能量，所以他建议的话就是还是出阳神。出阳神就是练就这个纯阳之体嘛。他的建议就是
如果你没有出过体，你最好不要去出阴神，最好就是练出阳神的这套功法，因为你一旦出了阴神，你的身体惯性还有就是你的那个习惯嘛，它就会让你练出阳神会练得非常困难。而且出阴神呢，它是说白了，它是一种鬼修，它的级别比较低，而且它很难上一个层次。出阳神的话，就可能可以练到就是像神仙那种级别，很高的级别，但是它难度比较高。对，我能不能理解成，如果说出阴神的话，就相当于我一个人穷游，带着2毛5分钱到都柏林去，那最多也就是看一看街边的路人，做一个路人甲。但是要出阳神的话，那我也许是说到都柏林去，带着任务、带着钱、带着团队去出差的，然后也许是可以做一些改变，或者说帮到一些什么东西。类似于这种吧，就是人的能量水平差别是挺大的。就是他的建议可能说，你出阳身就是属于一种正道，然后一种比较没有太多副作用，然后比较建议的一种方式。然后他可能觉得阴身就属于类似于旁门左道，属于小家子的这种功夫。他就是觉得这种出阴神太容易了，就是只要随便找个人，你教他2招，他都可以出体成功。然后因为他没有什么能量的积累，就像很多练功的他都要筑基嘛，对不对？如果你筑基都没有筑好，你出去的话可能就到不了那种特别好的境界嘛。明白，有些好地方，比如说什么天界呀、兜率天，你就上不去，能量不足。是这样的。哇塞，那你之前大开眼界，今天真是。对，那你之前是出阴神还是出阳神？我之前一直都是出阴神啊。那后来有没有那个？我要是出阳神的，出阳神的人很少，我跟你说吧，就是出阳神它的难度很高。它首先要筑基，就是你的能量要非常的充足。筑基就是有的可能要100天，可能有的筑基50年或者100年，筑基到死他都筑不了基。然后你筑基成功之后呢，就是你的能量充足，就是你的干量带够了，你的能量电池已经充满了之后，你再练这个运行这个周天它又分为这个小周天和大周天。小周天就是说你这个任督二脉嘛，那个周星驰那功夫里面不都讲了？对，打通这个任督二脉，你就是天下无敌嘛，这功夫了得嘛。你的身体的机能恢复的，就算人家把你打成一个已经打成一个残废人了，但是因为你任督二脉被打通了，你身体一下就能够恢复如初嘛。然后这就是小周天，你小周天打通了之后，你就可以就是运行大周天。运行大周天就是相当于把你身体的能量跟那个外界的这个空间的能量，就是天地的能量去这个循环给打通，相当于也是一个能量的管道嘛。就是我们天生的话，可能就是任督二脉也是堵塞的，然后你跟天地的能量也是堵塞的，所以你就是能量很低的一个状态。就是你把这2个管道打通了之后，你就可以出阳神了。我觉得它就是道教的那套体系嘛，就是对修炼嘛。但这个难度真的很高，就是可能万中无一吧，能出阳神的人万中无一。对，那对你说的那个任督二脉的话，我倒是听过一个真实的例子，就是我之前有一位来自温州的一位室友，他也在这边，当时是读硕士，好，然后他说他老家嘛，就是有一位年轻人，大概20-30岁，然后就是出了点车祸，最后就是撞到了脊髓，好，然后就是基本上是半身不遂，高位截瘫了，好，后来就是请了有一位80-90岁的一位老中医，就是给他来去推拿嘛，真的是把他给经脉就一点一点的捏，一点一点的捏，给他捏上了，然后他又可以重新站起来了嘛。后来他就是认那位老中医做干爷爷，他就是相当于是他的再造父母，对，相当于救了他的命。对呀，但是后来他们就问那老中医，哎，你这么好的手艺怎么不传下去啊？
然后他说我还是也有可能把他带到坟墓里面去了。他说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不信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像那个生病的话，首先就是说你要相信，就是你是可以痊愈的啊，他是有一套方法是可以治愈自己的，或者说要么是吃药念咒，或者是说锻炼什么样的都行啊。因为一个人他一旦生病之后，他除了是身体上的病痛，更主要的是心理上的，就各种各样的负能量，抑郁，然后恐惧，后悔自己，哎呀，怎么不注意身体得了这个病，然后在恐惧之后，哎呀，这病会不会恶化，什么时候能够好起来，这对我的工作也有什么影响啊？其实就说这种很大程度上，很多人为什么现在癌症有可能是人类最大的敌人吧？因为很多人他都是自己被自己的那种恐惧一点点的下，然后就有一种慢性的那种，就相当于一种慢性的积累吧，所以就是我们咱不说能不能修到阳生吧，但是至少平常时作为我们能够力所能及的去来进行一些灵修啊，进行一些那种思想上的一些锻炼啊，就是让自己用爱来取代恐惧。对，就是恐惧的话，它确实是一个对身体蛮有伤害的东西。就中医里面不讲吗？那个是恐是伤肾吗？还是伤哪儿？你们有了解吗？它就是每一种情绪它都会对应一个脏器嘛。对，有啊，对，对。然后也有那个脉轮的说法，就是Kevin 能不能就是稍微的脉轮，就是我想问一下，你有感受到脉轮吗？就是你应该了解这个吧？我了解过这个脉轮相关的一些知识，但是呢，就你实际有感受到，就实际上体会，我觉得只能说是，就是脉轮对应的这些位置，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就是你的能量能感觉到一点点，但是我没有实际去看到它，我觉得脉轮应该是存在的，就是特别是像顶轮的话，我感觉是比较明显的。我之前不是有做过一个那个脉轮的测试嘛，就是之前有一个网站，然后它有一个对脉轮的测试，然后我测了一下，大概就是我的顶轮和心轮开发的比较好，然后其他的几个那个脉轮的话，它的开发程度会比较差一点。我觉得跟我自身的那个感受也对应得上吧。对，对，那还有一个问题，我刚刚就想问，就是在那种出阳生，说我们可能要么需要100天，或者是说甚至50年的修炼嘛。那我们平常就是在生活习惯或者饮食习惯上，如果是说怎么做，能够就是有助于出阳生的那种修炼？我觉得所有的这种修炼，它都是基于一个常识啊，就是说你对人世间的这些东西都已经不感兴趣了。如果你对人世间的这些东西还有很多东西没有体验，然后对很多东西都还有一些执念或者有一些留恋的话，你该体验的还是先体验你当下的这一生吧。就是很多人他修行，他是因为对人世间的这些东西已经完全丧失了兴趣，或者说他已经体验的够多了，你懂吗？他已经体验到腻了，他就想去往上走一个层次了。当然也有很多人他可能会往下走当然我们就是想的就是就像打游戏的关卡一样嘛，这一关过了，那咱就开启下一关呗。如果你这一关都没过的话，你就好好把这一关打一打嘛，对不对？这个说的很实在，我觉得。对，它就像是说，我们去看一些小朋友啊，在海滩上面去堆沙堡，去搞那种王子公主的过家家，然后他们玩的津津有味，但是在神看来的话，就是在神看我们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可能也像我们看小朋友那样子。可是呢，就是如果是说我真的是想扮演一回王子，
或者扮演一回女王又怎么样？那就让我去堆一堆一个很精致绚丽的沙堡，虽然我知道它会被水冲走的，但是至少我存在过，我曾经存在过。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吃素的话，就是因为佛学啊、了凡四训啊，它不断的说要吃素，要不要杀生啊？那就是它这个对体质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吃素啊，它就属于还包括佛教它里面教的一些东西，它都是在让你清心寡欲嘛。它意思就是让你不要那么在意你的这个身体嘛，你要修来世嘛。我觉得绝大部分人还是不要吃素吧。就是你还没到那个境界呢，你吃什么素呢？你可能还没吃几天油心呢。而且就是人的欲望，就是你不要压抑它，就是除非说你真的对这个肉食一点兴趣都没有了，你甚至吃这个肉食的感觉有点臭有点腥，那确实你就该到吃素的时候了。因为像我之前就是出体还包括学习这些灵修相关的知识，学了之后我真的就感觉到很多的那种荤腥的东西都不合我胃口了，你懂吧？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对，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就是你不要刻意的去压抑自己啊，我很想吃肉，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教义里面说啊不能吃，或者说修行要求我不要吃，那你就其实你没有达到那个阶段，你去压抑自己只会造成更大的反噬。就是你先修自己的心吧，你的心如果修到那个境界了，你觉得你的那个味觉你的五感都提升上去了，你自然就会觉得那些肉类的东西或者说是那些肮脏的东西你就能很明显的感受到，就是你吃它你就会觉得难受，你懂吗？就是我有一个学生，他就是天生就是不吃肉，就是生下来就是这样，就是纯天生的，然后只能吃一点点的那种鸡蛋，喝点牛奶，然后也是很费劲儿的那种，就是纯素食的。就是你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来了，不要强迫自己。对，那主要还是说杀生会有业力，尤其是说吃海鲜，因为你要是说吃牛肉的话，那可能是多少人几个人一起才供一头牛，但是海鲜的话，哇，那一盘子那相当于是多少个灵魂被吃了。然后说那样，那他就是那个吃杀生或者吃海鲜到底跟因果有没有关系？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动物啊它也是一个灵体，就是你把它生命夺取了，它肯定这个灵体它对你肯定有一些就是报复嘛，对不对？但是呢比如说一只蚂蚁或者一只小虾米，可是你的灵体的级别比它高很多，它就算要报复你也报复不了什么。然后就是你不要去，你可以吃这些东西，你也可以杀这些东西，但是你不要滥杀，就是你不要就是你不要去折磨人家，对吧？对，因为你折磨他的这个过程会增大他的这种情绪化，他这种情绪化会极大的放大他这种负能量，他这种负能量会增强他的实力。对，就是你的发心很重要。就是你如果只是为了获取食物的话，可以杀掉它，没关系的。就是杀的话，你尽量不要用残忍的方式，就是利落一点，干净一点。对，叫圣经里面也说过，说不要滥杀无辜，浪费动物的生命。对，就是不要浪费他们的，比如说你杀了它，但是你只吃它一点点的东西，然后很多都浪费掉了，这也是不好的。对，然后包括就是《古兰经》里面，他是说，就是他不是有讲究有一个清真食品嘛？什么叫清真？就是他比如说他在杀牛的时候，就直接给他来个痛快的。而且一般像那些屠夫，对，就是中东那些国家的，他们通常在杀羊宰牛的时候，在那都会给那个动物去祈祷，说我吃你的话，我现在我的生命就是来承载了你的能量。然后在安拉的庇佑下，我会来珍惜这一份能量，然后去来
要珍惜这些生命，他们献出生命给你的这些食物。对，有一颗感恩的心。对，对对，我发现这 Neil 真的学得很正道的感觉，就听了这么久，我都感觉找不到什么偏颇的这种理论或者说方向，都修得很好，我觉得。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也看了好多就是好多那种修偏的人，他们的一些经验吧，他们的经验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哇，比如说有什么反面的例子，我们最应该避免的有哪些？要重在去修你的心性，不要去说是去在意一些形制上的一些东西，那些东西它非常的占用你的内存，你知道吧？它会让你的脑子变得越来越糊涂，你的逻辑也不清晰，你就只是每天跟着这些教条的东西打转。对。比如说有哪些是形式上的东西？就比如说是你刚刚说的那个，就是比如说要吃素啊，或者说是每天要就是朝着某一个方向去拜呀，或者说是每天要做很多这种仪轨啊、仪式啊。我觉得这些东西，对于普通人来说，你暂时还用不到。它可能是有用的，但是对于你来说用不到，你懂吧？对，哎，然后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佛教里面嘛，他说你去读准提神咒，那也是了凡四训啊，或者说读心经，你读，相当于你读一遍就是给你加0.1的积分，然后读礼佛1000遍嘛，了凡四训说礼佛1000遍，还有礼佛100遍给你，哇，那待会儿你们还有时间吗？我 OK 啊，再聊会儿也可以啊，我一般就一点睡觉嘛。行，那就可以再聊一期，就正好。对，哎，对，行，那我接着那个了凡四训里面他说，就是你要就是每天念多少遍的话，会增加某些功德，增加某些积分。但是藏传佛教的同学他们有说法，他说其实你念个2-3遍就行了，就是也不要太执着。我到现在我都没有那种很清晰的那种界定。我们可以下一期再接着这个话题，我聊一下我去读心经3000多遍之后有什么样的体验。行，好，那行，那谢谢你们了。好，就先这样子。好，一会儿开一下，拜拜。好，非常感谢啊！剩下的章节呢，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